现在我准备要飞出国了，我要去我故事中很常提到的神秘国度。这一次应该会是最恐怖的一集，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集。各位朋友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遇到大事了。我的梦想啊，就是想要到泰国住看看高脚屋。我现在给你们看网络图片，这是不是很漂亮？结果现在长这样。老王，老王，你还好吗？老王，老王，老王，你还好吗？老王，老王，我要戴个面具，等一下。早安。早安。我跟你讲，昨天真的好难睡哦，一直有人在吵架的声音，然后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，然后不知道哪边一直有那种这样子的声音，超级恐怖的，跟我去看看，走。哦。奇怪，昨天到底是什么在敲？声音也不像这个声音啊。感觉起来是比较薄的木片，有点像是这个吗？哎呦，就一下重一下轻，然后慢慢的，睡觉的时候听到的声音。那会不会就是从你说的这个阶梯咚咚咚，然后往上踩的感觉？有一点像。难道是这个门吗？这个门这样风吹的，这个门看起来很重会有回音吧？就是嘣的一声的话。奇怪，这声音到底？声音到底哪里来？对啊，你瞧瞧看地上这个，有一点像，就是如果说有人走路，会有一点咚，但是这是咚咚咚，不是扣扣扣啊。比较重。这样，像这个吗？又不太像，难道是这个？好，我今天要架摄影机，那我到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边？现在我们来去寺庙，然后这间寺庙啊很有名，我们来听听看住持遇到的亲身经历鬼故事。跟我走。这间寺庙位于清迈市区的西南方，寺庙里面保存着一位很有名的老和尚古巴瑞迪，他是太北圣僧的最后一位弟子。生前他很慈悲，总会自掏腰包盖路搭桥、盖学校和医院，也会建佛堂和佛塔，所以大家都非常尊敬他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他所建的寺庙，庙里最显眼的就是一尊面向马路的超大佛像，很多人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拜一拜，因为他的功德很大。在他过世的时候，就连泰国公主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。他在104岁的时候圆寂，现在今生就供奉在这座寺庙里。大家相信在这里拜拜之后，自己的运气会变好，甚至会遇到贵人帮忙，所以香火一直很旺。古巴瑞迪的弟子现在成为了住持，他会帮前来的信众加持净化，平常也会带大家诵经。而今天我们就要来听听他所说的灵异故事。
在泰国男生有一个成年礼，那就是剃度出家，只要年满20岁，没有传染性疾病，不是残疾人，不是家中经济支柱，没有犯罪记录，就可以出家剃度，短则5天，长则3个月。这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个名字叫提帕的人出家所遇到的事情。提帕是一名已婚的比丘，出家对他来说很不容易，因为每天都要来寺庙学习巴利语，从出家开始直到结束，每天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准备跟练习。在他练习的期间，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每次来寺庙都有一个僧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，那种眼神让他感觉很不安，因为那只是一张照片，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是自己想太多了。直到出家仪式顺利完成以后，僧人将他带到僧舍居住，并且对他进行了严格的修行指导。第一天，他拿到了一本诵经用的书，那是一本要在出家期间念诵用的经书，师父要他在出家的时候多多念诵。他拿到的书里分成很多篇章，咒语、晚课、法事诵经等，早晚都要诵读。那一天晚上，他在念经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门外有声音，门咔咔作响了4、5下，每一下距离好像越来越近。第一次是咔咔咔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次，第2次到第3次之间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声音越来越频繁，每15分钟就更大声一次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声。提帕开始觉得不耐烦，每次听到敲门声，他都会开门去查看，可是都没有人，所以他以为是其他比丘在戏弄新来的比丘。最后一次他决定站在门前等着。提帕把手放在门把上，准备一听到敲门声就马上把门给打开，他想要抓住恶作剧的人，但在这个时候撞击声竟然转移到了窗户上。他的僧舍在2楼，不可能有人敲得到窗户，因为那边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踩，这让他感觉情况不太对，于是他马上锁上门开始祈祷。虽然他手上有经书，但是他的手一样在颤抖。祈祷完毕以后，他马上盖上棉被，结束了这恐怖的第1个晚上。在寺庙修行的期间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提帕，那就是那一张诡异的僧人照片。从他第1天来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有一张年轻僧人的照片，看起来很诡异很邪门，那种眼神让他觉得有一点怪怪的。但是从出家开始到第7天，他都没有在寺庙里面看过照片中的这位僧人。第7天的时候，师父给他分配了新的任务，就是每天凌晨3点半要敲钟，然后去开启佛堂，为早晚的寺庙仪式做准备。通常会有一只叫做英雄的狗狗陪他完成这些工作。进入第2个月的时候，提帕在僧舍的柜子里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，这个盒子布满了灰尘，看起来已经被藏了很久。出于好奇，他打开了盒子，结果发现里面装着非法药品。因为提帕曾经在电视上看过类似的药丸图案，所以他知道这一定是非法药品。他吓到马上报告给师父，然后远景也来进行了调查。就在发现非法药品的那天晚上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提帕在睡觉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摇醒他，他慢慢的睁开眼睛，有一个人很凶的对他开口说：“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”接着马上掐着提帕的脖子，提帕瞬间感觉到呼吸困难，在绝望的时候，他就在心中求佛陀保护。接着那个人一样对他吼着：“你不要当僧人了，你下地狱吧！”一瞬间有一道金光洒下来，提帕就醒了，发现这是一场很真实的噩梦。这时候提帕才意会到，刚刚那个很恐怖的人就是那个诡异照片的僧人啊。隔天提帕询问了寺庙的僧人，这间僧舍是不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才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僧人跟提帕说，其实照片中的那一个年轻僧人，他生前是一个瘾君子，也是一个小偷，他根本不是真心的修行，只是利用僧人的身份来获取金钱。当寺庙发现他的真面目以后，虽然有劝他向善，但是他一样继续穿着袈裟行骗。后来这个假僧人在路上行骗的时候，被一台车给撞到，就过世了。那台车的车主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方向盘，也没有办法踩刹车。提帕发现的那些非法药品，就是那个已故僧人的遗物。这次的经历让提帕深刻体会到，出家确实可以做功德。寺庙是最接近亡灵的地方，在这边修行的人也非常容易遇到灵异事件。这个故事提
提醒我们，在神圣的宗教场所也存在着善与恶的较量。真心修行的人会得到佛法的保护，心怀不轨的人就算穿上了袈裟，也逃不过因果的报应。故事结束。住持的故事说完以后，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，诚心的道了声感谢。但就在我准备离开寺庙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事情是这样的。Hello， 老王，那个住持，请你进去一下，他要帮你净化一下。哦。他说你那个后面有跟东西。我后面有跟东西？对。然后他现在帮你净化，只能稍微减缓，那请你这几天就是要注意安全。好。OK。住持说我后面有跟东西，经过他的加持，可以保护我几天。这一趟来泰国花了不少心力，不只是想体验住在高脚屋的梦想，也想把更多画面拍给观众看。当然，安全是第一要件。虽然住持说目前可以继续住在高脚屋，但我还是决定先回去确认屋子的情况。如果有电有灯的情况，那我就继续住。我觉得我先来确认有没有灯好了啊。很好，有灯，那今天不用担心了。Go！ 那个相机先给我看一下，这是怎样啊？奇怪，刚也没有风啊。问问他们离开半个小时以后，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，屋里的灯啊也瞬间关了起来，怎么样开关都打不开，所以我决定先把摄影机架起来拍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虽然现在没有灯了哦，但是我有很多的这个灯，我有带很多灯，然后我还有带 GoPro 很多个 GoPro， 那我现在就来架 GoPro 的画面。第一个画面就摆在这吧，还有一个架在这，然后这个放这，然后这个放这儿。好啦，摄影机也架好了，我现在人睡在这边。其实我觉得住持说的有跟东西，其实也未必会跟这个屋子有关吧。反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回放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这个系列会在星期天更新，想要跟播的话，不要忘了按下订阅，这样就会提醒你上传啦。大家晚安。